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那今天呢，依照惯例呢，就是我首先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心得啦。那其实最近呢，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跟很多不同的人去做了一对一的一些面谈，或者是一对一的一起聊天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见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在这过程中哦，我又体会到一件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见人的过程中嘛，就是大部分人是不认识你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必须重新的做自我介绍。那你要怎么样做自我介绍，或者是你必须分享一些故事，让大家能够记得你嘛？所以在分享故事的过程中哦，如果你能够在分享的时候呢，有秀出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影片哦，其实会让别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或者是他的代入感，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level 的。就是以前我在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是吗？我会觉得，诶，这个时候如果我把我的 iPad 或者我的 MacBook 拿出来，然后来让这个人看，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我很热情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我的家人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我最近生活的一些照片啊。之前的我会觉得，如果在跟人家，比如说吃饭聊天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是很突兀的，就是它会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是想要强行推销某一个东西，所以我之前会一直对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偏见。所以就是哪怕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照片啊、影片是可以修的，但是我也不想要在吃饭的时候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一次呢，我就尝试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就是我只是想说，会不会拿照片出来之后呢，他们会更加的投入我的故事，或者是更加的能够想象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是在告诉他们，比如说，我跟他们我的之前的一些经历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一张照片，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一张照片来做一个代表，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就是所有人都会变得比平常更加投入，而且讲完那个故事之后，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就是所有人对我的信任跟对这整件事情的了解是非常到位的。这个东西的效果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它就让我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原来有视觉感跟没有视觉感是差那么多的。人是非常依赖视觉的，如果是他亲眼所见的东西，他会相信。所以，如果你拿出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示，诶，这个就是当时候我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拍了这张照片，他的那个说服力会比只是凭空的你跟大家讲，诶，我那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人，他的那个说服力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就是那为什么你不要跟人家 sharing 的时候尽量多 share 一些照片呢？就是明明这个东西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事情，那你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把它们 show 出来嘛。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学到的一些心得。然后呢，就最近刚巧也是出了那个 Samsung 的 Galaxy 的 Fold 系列嘛，就是它的这个第7代的系列非常的薄，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是整个设计感呢，是整个业界都没有到达过这样高的水准过的一个产品啦。所以当然在 on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在宣传这个东西啦，也有在分享他们的使用心得，所以其实都一直让我很动心。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回想到，诶，这样其实这个时候折叠手机它的用处就出来了。就是之前的做法是，我吃饭的时候我会尽量不拿出laptop 或者是 iPad 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最多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就是拿出手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拿出手机的时候，我又觉得那个画面很小，很难做想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诶，这个折叠手机就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就是当你把那个折叠手机打开，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平板的 size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分享的照片，大家就是能够看得很清楚。同时间，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只是拿出你的手机来跟他们分享一个你自己很开心的一个故事，所以它也不会像一个强制推销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从我的书包里面掏出一个电脑，或者是掏出一个 iPad 这样子，想要跟你 show 某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让我看到了这个折叠手机有另外一种价值，是我没有想过的。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毕竟回过头来，有时候人喜欢一个东西，就是想要为他找一些借口来让自己有一个购买的理由嘛。所以，当然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给我自己的一个购买理由啦。所以大家听听就好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最主要我想要聊的东西是，就最近 ChatGPT 5呢已经是蓄势待发了，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已经在强调这 ChatGPT 5，也就是下一代的模型的更新即将要进行一个很大的更新。同时间呢，因为其实时间也到了，就是
现在目前为止的整个主轴呢，大概都是在半年的时候，就是每半年的时候会有一次很大型，会有一次很大幅度的更新，就是一个新的模型，从它的一开始的训练到它完成训练开始做微调，目前大概需要的时间都是在半年左右。那当然，因为这些 AI 公司想要抢占市场嘛，所以他们一定会是一准备好就会强制的推出它，很快速的想要推出它，所以我预计它的那个更新频率大概都会在半年的时间。所以不管是接下来的 ChatGPT 啊、Gemini 啊，甚至是 Claude，我希望 Claude 也会有一个更新啦。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ChatGPT 跟 Gemini 这两个最大的公司呢，他们是即将准备要更新新一代的他们的这个 AI 模型。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即将发布的时候呢，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新的功能、新的工具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当然，就是到时候我一定也会分享更多啦，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尝试这些新的东西嘛，而且它肯定是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或者是提供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些工具。不过我想要强调的东西是，那在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够先掌控着的？比如说一些核心的价值，或者是核心的使用方法，或者是怎么样跟 AI 做沟通的这一个技能，是不是说我们能够先对它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或者是其实我做这一集最主要目的是我想要对我目前为止在跟 AI 沟通的这一个技术上面，或者是方式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总结和想法。这个东西呢，我相信是接下来有更新的模型出现呢，它的这个逻辑还是会一样的。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整理呢，能够让大家能够为未来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会有新的模型出现之后呢，我们还是能够套用同样的一套逻辑去面对它，这样子就能够减少这些新科技发展太快对我们造成的一个焦虑，同时间呢，也能够真正的善用或者是把这个新的 AI 工具给用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去使用提示词，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的 prompt engineering，或者是如何写一个更好的 prompt 啊。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核心呢，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能够获得一个品质更高，或者是更加稳定、更加可控的一个好的一个答案，或者好的一个成果嘛。所以在这过程中呢，以前流行的模式就是我们叫做 prompt 嘛，我怎么样通过提示词的方式来让这个 AI 给我一个更好的答案。但是呢，随着现在 AI 工具的还有 AI 的科技的提升呢，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新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如果你还是只是单一的使用 Prompt 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你大概只能够发挥这个 AI 一半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使用的效率，还有它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今天会分享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观念，就是叫做 context engineering。简单来讲，就是叫做上下文工程，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个背景资料的整理，如何能够持续更新背景资料，如何能够持续的有更多的上下文，来让这个 AI 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资讯，它就能够给你一个更加稳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回到最核心的部分呢，这个东西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简单来讲，就是你给它什么样的资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如果你给它的是垃圾，那它出来的也会是垃圾。所以在这个持续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它更好的资料，而不只是依赖单一的用 prompt 的方式来写，或者是我抄别人的 prompt，有没有可能是它能够结合我们现在手上有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建立的数据，现在把这些数据导入之后呢，能够让你的整个获得的答案以及 AI 它最后执行的这个任务呢，是更加的完整，或者是更加的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沟通方式呢，其实它是包含了6种不同的工具或者是技巧，所以我今天会主要聊的是这6种方式。那希望大家透过这6种方式呢，能够重新对 prompting 或者是对如何跟 AI 沟通呢，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观念，是我到底要如何跟 AI 做一个更好的沟通，以及长期来讲我需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种，第一种呢是叫做任务提示词。那任务提示词就是关于 prompt 的部分，就是我如何去告诉 AI 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也就是当我们打开了这个 AI 工具，它的对话框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上会问的问题。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会提出来我们现在有的一些需求是什么，我们会告诉他我们可能有的一些背景资料是他需要知道的。所以第一层的这一个 prompt 或者是提示词呢，它的那个重要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它现在只是在6个沟通方式里面的第一个方式罢了。那第二个方式呢，是叫做框架的设定。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是熟悉就是 AI 工具的话，现在每一个 AI 工具都有一个叫做 project 的功能，或者是在 Google Gemini 是叫做 gem 的功能。那它的做法就是，假设你有一些需要重复执行的任务呢，你可以提前先设定好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
步骤，这样子你每次在执行这些同样的任务的时候呢，AI 就能够快速的进入状况，并且快速的能够了解你想要做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呢，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做角色的设定，比如说。它就是一个专门写文案的一个 AI，那它的目的就是每次当我把中文的资料丢给它的时候，它必须用英文的方式，以英文的逻辑去写给我整篇文章或者是整个答案，然后呢还需要解释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名词，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写。就是当你发现到你设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设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你设定一些行为规范，当你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之后呢，这样子以后，当你每次有很大量的需要他帮你去做写作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每一次的把这个你的 prompt 重新抄下去，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了，你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你就直接把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我最近想要写一个关于 AI agent 的新闻，然后你就直接的开始了你的这个任务，AI 也能够因为有了这些之前的框架已经设定好的这个框架呢，能够快速的去帮你回答答案，而且回答出来那个质量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个部分。那第三种方式呢，它就是叫做对话历史，或者是我们可以叫做短期记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在同一个聊天记录里面呢，其实它的那个 memory 是能够承接的。这也是为什么呢？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很多的步骤，是叫做 iterate，也就是迭代。也就是说你在做的事情呢，是不断的追问它，来让它得到更好的答案。举例来说，当你跟 AI 沟通之后呢，你发现到给的答案不够好呢，你可能可以再加入更多的资料，比如说你告诉他，其实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你发现到他给的答案还是不够好，你可以再提示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他给你的答案会越来越好。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一个聊天的记录里面呢，它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的，也就是说，他能够记得前面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样的话，所以你前面给他的步骤或者是前面犯的错误，他全部都能够看见，或者全部都能够记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不断的迭代你之前的想法，或者是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示，给出更多的一些背景资料，来让 AI 能够给你更好的答案。那这个部分呢，既然是叫做短期记忆的话，就代表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打开了另外一个新的视窗，比如说我打开一个新的聊天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会全部的 refresh 了，就是 AI 再也不会记得刚刚你说的东西发生什么事情了，哪怕只是前1分钟的事情，它也会忘记了，因为你先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窗。所以全新的视窗就等于你去找了一个全新的 AI，你现在开始是全新的聊天记录，所以这一个新的聊天记录和旧的聊天记录是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也不会有任何的记忆。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在跟一个老人痴呆症的老人聊天一样，就是可能第二天醒来，昨天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忘记了，只要你打开一个新的聊天框，就会发生这个状况。所以你需要做的东西就是重新的告诉他你这次想要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的 project 功能会这么有用，就是因为你能够提前的设定好这些框架，这样子你就不需要每次打开一个新的聊天框之后呢，必须重新来过。那第四个部分呢，是叫做长期记忆。这个呢，就是之前我有分享到的 ChatGPT 目前为止在主打的一个新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他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呢，他会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可能他需要记得的，所以呢，他会自己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把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一个记忆给记录起来。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样，他就会记录在他自己背后的一个笔记本。所以等到即使你打开一个新的对话框之后呢，他也能够记得之前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记录。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分为主动和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自己去输入我想要他记得的东西，同时间我也可以是在用 ChatGPT 的过程中呢，它会自动的总结一些他觉得他需要记录的东西。那他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给你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体验呢，就是他想要让每一个人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助理呢，或者是这个管家呢，他是最了解你的，他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是几月出生，他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偏好，他知道你在回答的时候想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回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都很了解你的话呢，他给出来的答案自然的会让你很容易接受，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一个工具很好用，这一个 AI 模型非常的善解人意，非常的好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自己去记录一些信息，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在帮公司去做一些影片的嘛，所以通常呢，在帮每一个公司做他们的影片之前，我们都需要先准备好剧本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呢，我会很懒惰的跟 AI 解释我是谁，或者是我要做什么，我就会用快捷的方式，比如说我会直接告诉这个 AI，我是这一家回收厂公司。然后呢，我现在想要做一个我们公司或者是我们生产线或者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影片，请帮我写剧本。
所以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呢，这个 AI 就会很明确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它当然给出来的答案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这个长期记忆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在做完这个任务之后呢，会记得哦，你是这个回收厂公司的负责人，你以后可能会问关于回收厂公司的任务。可这个就不是我想要的了，因为我只是一个做 marketing 做 video 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嘛，所以我其实同时间会处理很多不同的部门，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公司，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行业领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让他只是局限在自己是一个制造业或者是一个生产商的一个角色，而是可能下一次的我做的任务可能是关于科技公司，或者下一次我做的任务可能是关于一些不同的采访。所以每一个不同的任务，每一个不同的拍摄呢，我希望他们做到的东西都是能够真正的去 customize 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长期记忆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困扰。所以如何能够管理这个长期记忆，如何能够确保你的长期记忆是真的能够帮到你的，这个是接下来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不能够完全的相信 AI 自己主动记录的长期记忆，有时候你必须自己去管理它，有时候你必须自己主动去增加更多的长期记忆，让它能够更快的达到你要做的东西。那接下来第五个呢，是更加回到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的部分呢，有没有可能让它可以调用我的一些个人数据，或者是我的公司的一些数据库？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第五个呢，是接下来所有企业如果想要用好 AI，或者是你想要把 AI 导入你的工作流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东西原点呢，是因为现在 AI 已经开放了这个 MCP 的这个接口，也就是说，因为通过这个 MCP 的接口呢，AI 的模型是能够直接 access 到一些其他的软体，比如说 Google Drive，比如说 Google Calendar，比如说我们公司在用的一些数据库，像是 Monday.com，或者是我的 email，或者是我可能的一个任务管理工具，或者是有一些 team 会用 Slack 这样子。所以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软体呢，都能够通过 MCP 的方式呢，跟 AI 模型去做沟通。AI 模型能够随时的看到里面的状况，也能够随时的从里面读取他要的资料，甚至是把这些资料去修改，或者是去增加在你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现在这个 AI 模型呢，它就好像一个新的一个实习生或者是一个新的员工，他来到你的公司呢，他准备要帮助你做某些任务，但是呢，你不让他 access 你公司的所有的资料，他不能够进到你公司的任何资料，他不知道你现在在做的 project 是什么，他不知道你明天的 calendar 是什么，他不知道接下来团队想要做的方向是什么，他不知道团队对于这个客户的掌握度有多少，对于这个客户的了解程度有多少，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他要做的这个任务其实是有一个 project brief，就是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客户需求的一个表已经完整的写好了，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些部分。那他这一个助理不管再怎么聪明，他其实也无法把这个任务给做好，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呢，如果想要改善这个部分呢，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让通过 MCP 的方式呢，让它去连上这样子的接口，然后让它连上我们的个人数据库的一些软体。当它连上之后呢，现在还能够看见我们在着急的 project 是什么，或者我们当下在运行的 project 是什么，或者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同时间也会考量到哦，因为客户其实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所以当他们这两个东西打通过后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完成你的任务，而且是你非常的省时省心。就是他只要连上之后呢，你接下来只要告诉他，诶，帮我去我的 calendar 查一下这样的资料过后，做某样事情，他可以很快速、很高效率，甚至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如何确保我的这个资料库是能够持续更新的。比如说，我今天有新的客户，他是不是可以马上 update，或者是比如说大家都在用 Google Doc 嘛，所以每个人都把最新得到客户的资料都 update 在这个 Google Doc 里面。那每一次你在叫 AI 去帮你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它都能够看到最新的一个 update，而不是可能很久以前的 update。所以如何去把这个数据库给建立好，如何去把这个数据库给 maintain 好，其实呢，它就会直接的影响了你的公司的整个流程。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工作流程中呢，可能有多一个步骤是需要记录进来的，或者是以前没有这个步骤，现在需要增加，或者是可能要替换掉某一个流程，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工作模式也会有所改变。比如说，我能够做的东西是，我会告诉 AI 我的整个人生，或者是我的整个工作流程会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是这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同时间我负责任务是1、2、3、4、5。我需要去带团队，我需要做好某件事情。每个星期我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重复性的任务，我每个星期可能需要去联络客户做这些事情。如果 AI 对我有这样子一个充足的了解之后呢，它其实能够做到的部分会更多，或者是当我丢给他某一个，比如说我想要他帮我写这个剧本，他就能够马上判断，OK，这个是属于你，因为你在这个部门是需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可能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他能够自己先知道，他就能够给你更加好的一个答案。
但是呢，人的角色是会改变的，人也是会升职的，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会升职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也是需要不断的保持更新，不断的让 AI 能够更加了解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到我要如何确保我的资料是能够不断的 update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在 Google Doc 上面 update 我的一个个人资料跟我的一个工作的资料？这样子呢，比如说每2个月我就重新回来审视一次，我需不需要再 update 我的一个工作资料？然后这样子我就能够确保每一次 AI 在跟我沟通的时候，它都是 access 着最新的资料在跟我说话的。所以这个就是第5个关于个人数据库的使用的重要性，以及就是我觉得接下来会影响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他们能够得出来的答案的结果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有加上数据库的，就好像刚才举到的例子嘛，今天进来的2个 intern， 一个 intern 是拥有所有的 access， 最了解你的这一个 intern， 另外一个 intern 呢是什么都不让他参与，什么他都不知道，所有公司的资料他都不清楚，那他到底要怎么做好？这就是接下来我觉得会产生最大差别的其中一个地方。至于第6个方式呢，就是如何让 AI 能够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帮助他做决策。就是说我们在跟 AI 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AI 目前为止可以用的功能有哪一些，我现在需要它用的功能有哪一些，不需要的功能呢就不要去打开它，也不要去使用它，因为当你使用它了之后呢，它可能会走出很偏离主题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的，而且它也会浪费很多的 token， 也就是会浪费很多的费用，所以会造成你的整个做这个任务的这个花费会更多。所以你应该做的东西是你需要去了解到底最新的 AI 的科技呢，不断的 update 这个工具有什么样的工具是可以使用的，有什么样的工具是能够帮助到你的。这个部分呢，就取决于你有没有持续在更新。现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看的嘛，ChatGPT 4，像我讲的 ChatGPT 5即将要出现，它一定会带来一些新的工具、新的使用方式。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工具的使用逻辑，它就能够帮助你判断你到底要不要打开这个功能，这样子。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的功能有什么？比如说，第一个是搜索的功能嘛，就是你打开了这个搜索的功能，它就会能够上网去做搜寻，或者是最近 ChatGPT 刚刚推出来这个 AI agent，它能够自己主动的上网去浏览网站去做任务，或者是它能够去设计一些 PPT，或者是它能够制作一些报表，或者是它能够写代码。或者是它其实是有影像识别能力的，比如说你给它一张照片，它能够很清楚的去查询这一张照片里面到底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公园，它通过上网去 Google Map 的对比，它就能够知道你在给它这张照片可能是位于某个省、某个县、某个地方、某个大曼里面的这一个公园。所以你必须了解，就是目前为止 AI 它的那个工具已经去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它有的工具是什么。这样子你才能够判断，我今天想要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所以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再是围绕着 prompting 这一个事情罢了。所以呢，目前行业呢是流行着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context engineering，也就是所谓的上下文工程。也就是我不只是在整理我的 prompt，现在我还需要整理整个给 AI 看的上下文，就是 AI 到底能够 access 到的数据、access 到的工具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让他知道的。这些部分呢，它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你必须能够掌控到刚刚好，就是你必须去平衡什么时候给的多，什么时候给的少。这个对我来说，它也是考验一个接下来使用 AI 在职场上面的一个人才，它的一个价值。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厉害使用 AI 的人，你就知道如何能够恰到好处。我不会使用太多，为什么我不使用太多的一些资料？就是它这个东西不是越多越好的，就是它不能够说我就直接把我公司的所有资料都塞给他，这样子你应该是最了解我公司的一个 AI 了吧？不是，它应该只是 focus 在他需要知道资料，比如说他就是去一个写文案的助手，他只需要知道写文案相关的这些资料，他都能够 access 到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尝试给他更多的资料，全部都强行塞给他的话呢，第一个部分是你会浪费很多的钱跟很多的成本，来让你执行同样的任务，你会花费的成本很多。第二个是你其实也不懂你在做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方向性，你只是把所有东西都丢给他，让他去整理。所以到这个步骤呢，就会像回到我们的，你失去那个主导权，只有 AI 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根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以后要做微调，比如说你发现到这个 AI 给的答案是错的方向呢，你也不懂要从哪里做起，因为你的整个资料呢，可能是已经处在一个我们叫做污染的阶段，或者是它已经是有太多不必要的资料存在了，已经是让这整堆资料可能变成一个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一个垃圾的情况了，就是有很多垃圾是不需要存
存在在里面了。所以这些垃圾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烟雾弹的效果，让 AI 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他要找的，所以最后 AI 混乱了，然后给出一些更加奇怪的方向，或者给出一些更加奇怪的总结。那同时间呢，你也不能够给的太少，因为如果你给的太少，就回到刚刚 prompt engineering 的例子嘛。如果今天这个 intern 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到底要怎么样把任务做好？所以今天主要的主题呢，是我希望能够分享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如何在做这个上下文的这些处理，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些背景资料，让这个 AI 能够持续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案的时候呢，如何能够保持平衡？我们准备的这个数据的数量以及给的 AI 的这个 prompt 呢，它必须是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如何能够持续的维持平衡？我们最终目标呢，是为了得到一个稳定、可控、一个非常高效率，同时间一个非常低消耗、低花费的一个结果。那为了得到这个结果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透过我前面分享的这一些6种方式呢，去慢慢的微调，去不断的改进自己在问 AI 跟处理数据库、处理工具的方式。我相信呢，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也是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进步的，也是我们能够接下来走在未来这个时代，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 AI 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我觉得它同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的一个过程。你会在这过程中反思自己。反思你的公司，反思你的整个流程，反思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现在需要走的方向是什么。通过这样子不断的思考，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